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云飞。现在我来到了常州的文化宫小米之家店。前2天有粉丝托我帮他买一台红米 Note 13 Pro 加，现在马上就来拿机器了。Hello。来了。给你准备好了呀。好嘞，谢谢。这个是将近300块钱的耳机。真的假的？真的。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取货码告诉我一下，你应该收到一个短信。我来看一下，283652。好了啊。好嘞。帮你拆开。好，还是送了一个什么耳机啊？看一下。小米的 L3，这个是之前送的，就是小米13里面礼盒里面的那个耳机。哦。然后把它应该是抽出来单独做一个礼品。给你核对一下啊，12+512的 Note 13 Pro 加，进出白的。好嘞，是线下的都是需要激活是吧？对，手机壳老样子啊。好的。这上面是充电器，送120瓦的。对。谢谢。先开机啊。好嘞，我们也开始搞曲面了。红米开始搞曲面了，它也耐不住了。其他色在吗？在的。我拿过来啊。好。好的，这个是黑色，然后这个是叫浅梦空间。然后现在买的这台是白色的，总共就3个颜色哈。大家觉得这个外观，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嘞？这是我买的这个白色。它这次送的手机壳里面是黑色的。好像是送的硅胶的对吧？它是送的硅胶的。好的，还挺软的，套上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它弄成黑色的主要是怕其他颜色就是不那么耐脏，会变色。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红米 Note 13 Pro 加，待会儿就回去做测试了。这次最大的改变就是红米的直屏变成了曲面，这个手感说句实话很像当初小米10 Pro 的那种感觉，弧度比较克制，只能称之为微曲面。依然没有屏幕支架，正面颜值也还可以。后面是红米经典的镜头排布，镜头的位置扩大了3分区域，把镜头、闪光灯、logo 分别放置在这3个位置里面。2种材质的拼接，上面我们也看到了3种颜色的区别。大家觉得这次 Note 13 Pro 系列的外观设计如何？给打个分呗。顶部标配红外麦克风扬声器，底部120瓦的 Type-C 充电，扬声器、麦克风。侧面按键 1.5K 的屏幕，屏下指纹，天玑7200 Ultra， 参数上是 OK 的。最关键的2点是 IP68 防水，2亿的像素。我和大家最关心的点肯定是影像方面，这一块我也做了很多测试，不得不说，终端机卷影像似乎也不是不可以。这回的惊喜确实还挺多的。在了解影像之前，我们先看看在日常使用到底怎么样。直接娱乐兔跑分加王者1个小时，特别是它有 IP68 的防水，大家可以使劲的造这个千元机。7000块的13 Ultra 舍不得放水里，娇生惯养。这 Note 13 Pro 加不得正常沙场。我们来看看它的成绩到底如何。正常跑分的分数是784000多，然后是超越了29的用户。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水里面去，再来跑一次啊。看看它的分数会不会有所提升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啊，感觉是。好，应该这一波完了之后，就会得出这个水下跑分的这个分数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它能跑多少分。毫无提升啊！温度是一直降下来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提升。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湿手触控啊，它从水里这样直接拿起来，它是可以直接用的。你看，在水下是不能动的啊，然后拿起来之后是可以直接用的。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一个点啊！这一点，这个小米13 Ultra 都没有这个功能，就是这么样一个状况。
你看，这多了还是不行，稍微少一点就完美了，就是可以比较明确的识别到你的意图。好，它的王者它是能开到帧率是超高，分辨率也是超高。推荐的话是画面质量是高清。那我们随便进一局，直接打一个排位来看一下，它应该是只能到90帧，就它没有办法开启120帧啊，暂时目前的版本来说是没有办法开启120帧，只有90帧的。然后咱们的测试温度还是25度，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帧率是只有90帧的，它没有办法开到120帧。接下来我就直接给大家看我打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这个表现吧。我基本上是打了1个小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帧率的波动。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稳的一条直线吧，反正90帧它是基本上是很稳的，而且整个机身它也不发热。整体的流畅性自然不用我多说，目前主流的终端机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特别是红米这种对硬件的。不过发哥在视频调教方面依然会有一点小问题，就比如说抖音莫名其妙就会比较卡。大家可以留意我滑动之后它这个切换的一个感觉啊，还有视频播放的时候，目前是只发现了抖音有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和13 Ultra 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应该能够更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差别。就是还是希望尽快可以得到更新吧。但好在这个通过系统升级就可以解决。接下来就是大家一直催我的影像方面，在这之前，如果最近你刚好要购买手机，可以在百亿补贴看看。现在拼多多8周年庆，百亿补贴数码爆款加码狂补，各类目价格超低，补贴不断。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点击广告图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直达活动会场。刚发布的红米 Note 13 Pro 加首发直接官方补贴了100元，只需要1899就可以到手。像很火的红米12 Turbo 只需要1839，拼多多补贴了160元，性价比真的很出色，预算不足的很推荐入手。除了红米12 Turbo， 还有很多商品都比其他平台要便宜很多。最新的 iPhone 15也只要5598，比官网便宜了401块。iPhone 15全系至高直降500元，首发就补贴也是没谁了。这代 Pro 以上还是值得入手的，能玩3A， 而且影像也得到了不错的提升。而且百亿补贴的商品都有品质险和假一赔十保障，有想要换设备的真的可以去百亿补贴看看，比价只要不到1分钟，但是同样的商品能再省好几百。红米 Note 13 Pro 加它的影像功能在我看来进步是巨大的，最高可以拍摄2亿像素的照片，在相机界面也专门把这块单独做了一个选项。焦段覆盖这次采用了主摄裁切的方案，2倍和4倍。无损变焦技术，超广角加微距镜头加主摄看起来挺牛的，实际拍摄怎么样呢？刚好13 Ultra 的焦段覆盖很全面。先和小米的天花板对比一下，看看 Note 13 Pro 加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我们先和小米13 Ultra 来对比主摄，乍一看好像感觉就只有颜色上的一些变化，但这是因为是放在屏幕上有点太小了。我们放大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红米 Note 13 Pro 加它拍摄出来的照片还是会偏数码感一些，就是它会有一些锐化的在里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计算摄影的这个痕迹。而小米13 Ultra 它就是纯的那种比较自然的这种风格，就没有任何的锐化，就看着就非常舒服，也非常柔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张，这张照片小米13 Ultra 和红米 Note 13 Pro 加都是主摄裁切的，我们来看一下它们裁切的有何不同。我们直接放大来观看，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只有2倍的裁切，也可以看出来一些差别。红米这边相比于之前主摄那张会有更加明显的锐化，而且在一些细节上面已经开始了这个计算的涂抹。小米13 Ultra 这边它的清晰度是 OK 的，而且因为是徕卡经典的色调嘛，它整一个照片都没有这个计算摄影的这个介入。你们看后面的这个铁丝和红米的对比一下，这个高下立判。这2张分别是红米的4倍和小米13 Ultra 的5倍。
说实话，红米的这张乍一眼看起来确实非常可以，它这次的这个融合计算摄影确实很棒了，我认为。那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它们俩的区别。放大之后还是老问题啊，红米乍一眼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放大之后，可以看到，由于是多帧合成的那种计算嘛，所以它有一些地方它合的就不是特别好，有比较大涂抹的痕迹。小米13 Ultra 这边几乎就是碾压的胜利，这一张大家就自己看吧。而下面这张我要讲一下红米它滤镜的一个用法，就是4倍它已经能出一个比较好的片子了，前提是咱们就不去放大，而且没有太多的那种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滤镜去搞一些风格化的一些操作。毕竟这个小米13 Ultra 它这个徕卡的这个红色是真的毒啊。就比如说这张原相机的拍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还 OK， 但对比小米徕卡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一下滤镜，甚至能够得到一定的反超，当然前提是你不放大。当然红米要达到这个效果是需要代价的，就是它需要有一个计算的过程，我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生成一张照片的流程。而小米13 Ultra 只是来得快的很多，你直接按下快门，在后面它只需要加载一个 logo。可以发现和小米13 Ultra 对比，裁切固然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清晰度也比普通的裁切要好，但对比原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不光是清晰度，在颜色方面也就更加明显。当然这是肯定的，毕竟是小米旗舰，如此对比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它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这个表现说句实话，对于红米来说已经是巨大的提升了，我可以称之为最强红米拍摄。这个焦段的分布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故人小米10 Pro， 毕竟这个焦段还挺熟悉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呢？我的小米10 Pro 毕竟是老机子了很久了，所以就不用原相机，直接上谷歌相机来做一下对比，看看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如何。小米10 Pro 这回我就不对比主摄了，我们直接对比它长焦的一个表现，分别是2倍和4倍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这里我谷歌相机使用的是柔和，因为这个颜色我感觉比较百搭一点，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们颜色的一个比较。首先是2倍，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它们的差别。在2倍的清晰度上，它们倒是没有拉出太巨大的那种差别，但依然还是谷歌相机的10 Pro 会更加柔和，会更加低锐化一点。而红米 Note 13 Pro 加这边，我感觉颜色是不如谷歌相机的。谷歌相机这边的还确实挺有徕卡味。我们现在来看4倍的一个表现，从整体的画面上来说，它们之间貌似差别不大，而且10 Pro 它这边紫边还比较严重。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区别，从细节上来看，依然是10 Pro 的谷歌相机会比红米好上太多。不过10 Pro 的这个紫边控制的不是很好啊。这点还是谷歌相机和10 Pro 会更胜一筹。但是大家观看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发现红米是非常接近10 Pro 的这个感觉的，就是在颜色上面它会差那么一点意思，毕竟10 Pro 是用的谷歌相机嘛。如果10 Pro 用的是自带的这个原相机的话，它估计会比这个红米还更灰一点。而红米如果要改善一下颜色这方面的差异，依然是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滤镜，从而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照片的一个对比。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Note 13 Pro 加和10 Pro 的谷歌相机居然非常接近了，这应该会突破一部分认知，包括我自己的。当然在颜色上面还是谷歌相机的10 Pro 会好上一些，但如果你搭配到合适的滤镜拍摄，在一些场景里面颜色确实也非常的不错，喜欢摄影的小伙伴是真的可以冲它，确实是非常 OK 的一个选择。但我建议你在拍摄完成之后可以自己去调一个颜色，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它们的差别。红米是真的平民享受科技的最好途径。
而视频方面，大家就没有必要对它抱有任何的期待了，只有 4K 上帧，没有必要测试，就是日常记录生活的一个水平。在我看来 ，Note 13 Pro 加的意义在于它降低了摄影的门槛，让你有更多的焦段可以去选择，而且价格相对于其他的影像手机来说很便宜。我觉得对于日常轻度游戏但想摄影的小伙伴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不要忘记拼多多搜索88400，数码家电降价幅度真的惊喜。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直接问我，我看到都会尽量回复。我是云飞，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